你们是谁？我在哪儿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们在喂你喝水呀。这是锦绣城，你是谁？穿得这么好，为什么会在这儿？锦绣城，樊姐，我下来了。真是樊姐啊！我下来了，我逃出来了。自由！我来了，姑娘，我来了。滴水针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跟着本仙君享福吧。这是谁？不管了，我获得新生了，神灵你再也烦不了我了。哼！这是锦绣城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不知道的还以为又回到了虚天渊那哪处。锦绣城的山林地仙早就被抓得一个不剩，每日山中飘下来的瘴气在城中聚集，就成了这个样子。走吧，先进城看看什么情况。跟着我。这城中比想象中还要糟糕，这城里的凡人怎么能受得了？可有办法清除瘴气？自然可以，只不过这城里面的瘴气乃是受山林之害，清除了此处的瘴气，只能治标；清除山林间的瘴气，才算治本。先治标，再治本，总比什么都不做来得好。娘，阿娘，你不要拽我！阿娘，阿娘，你不要拽我！我是个鸟药，这药便能好。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娘，净化之力。阿娘，阿娘，阿娘。你对阿娘做了什么？你阿娘中了瘴气之毒。我知道，我不用你们管。我已经拿到破烂仙君给的药了，娘喝了便能好。我不要你们这些奇奇怪怪的人管。你这孩子，仙君是在帮你。我只听破烂仙君，我不信你们。我要带我阿娘走。阿娘，把药还我。药我可以还你，但你要告诉我，你说的那个破烂仙君在哪里？破烂仙君就在城北书院中，他在那里治病救人已经很久了。阿娘，这城北似乎是有清净之处。这药真能治吗？我不知道，但刚才我这么一想，就足够了。仙界是否还有像神君一样喜欢下凡治病救人的仙君？神君可认识？去了，不就知道了吗？走啊！这里不会有鬼吧？你一个妖还怕鬼？这些只是中了瘴的人。救命啊！哎呦，怎么还打人啊？
你，神君，你谁呀？我芙蓉君啊！你有事吗？没空理你，走开。你太过分了！本仙君舍命救了一座城，你就这样对我？要不是我赶到锦绣城，这里所有人都被瘴气给吞了。是本仙君用计划之力才把局面控制住的。你这么嫌弃我干什么？哼！这些人确实有被净化过。快回去吧。我本是来锦绣城寻一点逍遥的，可却碰到这种事，碰到了也不能撒手不管吧。什么来着？哎呀，这计划口诀。哦，对。好了，你没事了，赶紧进去吧。我费尽全力净化了城中瘴气，可不到一天，又弥漫开来了。城里病号太多，生病太重的管不了，我便把病情稍轻的一起带去了城北书院里，设了个结界把他们圈住。我每天都出来消除瘴气，这瘴气越来越重，我也没法了。那你为何发现的时候不上报仙界呢？是怕被抓回去吧？现在要硬着头皮，也要凭一己之力去净化这里的瘴气。扛不住了，想起来找人了，还一个人拯救一座城，真是好笑。仙君，你可有见过一个修仙者带着一个徒弟啊？
实有看见，就在本军设的结界里。你可否带我过去？当然，我牵着你们，这里瘴气太重，当心看不见。他使力，你接我干什么呀？带路，带路也是在这边啊！放开我！路在这边，快跟上！疼使力，疼死别痒，了！没那么疼。快松开，快，放开我！我回来啦！仙君回来了！哎，仙君回来了！仙君辛苦了，这是又救了好几个人呢。来，仙君回来了！哎，仙君快看，快来！别急，仙君快看！别急！这些人的瘴气好像又有些……好了。谢仙君。谢谢仙君，谢谢仙君。好了，都起来吧。好些了吧？仙君好厉害，仙君真是大善人。这儿以前呢是个书院，后来院长行贿贪污，什么恶事都做尽了。被抓了以后呢，这书院就废了。我看这风水还行，就用来当个避难所。都被抓了，风水还行。风水要不行，才不会被抓呢。恶人怎么配？景言哥哥。在顾城锦当上城主之后，在他人生中的那么多个日夜里，有没有哪怕一瞬间会回想起，曾经有一个才露尖尖角的女子，为了成全他，谁啊你？而再无机会盛放？你娘呢？为何放任你到此处啊？阿娘也担心你不好，只是她受了伤，怕受瘴气影响，所以没敢来。净胡闹！你就不怕染了瘴气吗？喝完这碗汤药，我赶紧送你出去啊！阿爹，前辈，前辈，此结界中无甚瘴气，大可不必赶令前进走。他也是思父心切，望前辈见谅。你要出了什么事儿，万一让你娘知道了，我怎么跟她交代？这还没怎么。一定会。顾城锦做了城主之后，
在锦乐府花园内种满了荷花。虽然没什么用，但是小何知道了，应该是高兴的。至少，他被人记住了。这便是锦绣城因瘴气肆意出现的疫病。要干嘛？如何？你守他这么久，又什么都不懂，不如让懂的人来看一看。神君，有劳。我去看一下其他患者。嗯。芙蓉君，你在此地多日，可有发现哪一个方向瘴气最为浓郁？西北，城西南的瘴气总是最为刺人。若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瘴气根本不是由城外溢向城内的，而是由城内向城外溢出。这种状况恐怕有一段时间了。不太可能。我平日虽然隐居在山林，但是也时常到锦绣城内购置一些生活所需之物。上个月我刚来过一回，当时城外已经有了一些瘴气，可是城内倒是比较干净的。但像他们这样的状况，根本不是得了什么疫病，而是常年吸入瘴气导致的经脉逆行。说来惭愧，数日前我吸入了瘴气，他们便在我的身体里留下这样的痕迹。那是在虚天晕时，他被魑魅偷袭之后留下的伤口。没想到那魑魅留下的痕迹现在还在，而这段时间，行止竟然一声也没吭。这样的痕迹，若不是被带有瘴毒的怪物撕咬，就是常年累月的吸入瘴气，而致血脉逆行。时间久了，达到一定程度，它便会爆发。各地地仙消失，神秘的修仙门派，瘴气肆虐不止。我想这答案，或许就在城西。他是谁？小声点儿，没看他睡着了吗？若发现此事真凶，必交由我灵族来处置。不行，此事与众多山林地仙有所牵扯，仙界必将追究到底。原来看似漫不经心的神态之下，他对自己的立场是那么的清楚。在涉及仙界的问题上，他不会退步半分。好，连审。
找的都快撞上城墙了。你干什么啊？给你变个戏法。神不神奇？下次把你自己的头发。想必这就是福生门的老巢了。主谋在何处？右边。左边是何处？左边是关押各地山林地仙之处。嗜血好杀，绝非好事。即便对面是你的敌人。不劳神君说教。此处左方应当是关押各处地仙之所，我术法不精，便不去了。神君且自行去救你们仙界的山灵地仙们，我去右边探探，若就此能擒得此事真凶，还望神君作证，在两界联审之时，还我们灵界一个清白，休叫他人再胡思乱想。
不愧是碧苍王啊！陷害我灵族，有何居心？陷害？这可算不得陷害。浮生门，明明是个凡人，为什么会活那么久？你到底是谁？意欲何为？阎王会告诉你的。想杀我？凭他们？当然不是。大仙，救救我！大仙，大仙，大仙，救救我们！救救我们！救救我！还有用。沈离，沈离，受了多重的伤，不想活了吗？啊？就是因为想活，想自己灵界更好的活下去。
和灵姐都好好的。沈凌，我会保护你。一切没有哪个人是行止。也不知道他们那边咋样啊。大仙们一定在竭尽全力救治病人，咱们也不能落下。仙君，我帮你提药箱吧，我陪你去看病人。好，咱们一起。仙君。多谢景云公子，我自己来吧。你伤还未好，还是我来吧。不如公子与锦溪姑娘一同去帮仙君，我可以自己喝药。没事儿，让他先去。来，谢谢仙君，谢谢。早点休息。谢谢仙君，谢谢仙君。仙君，累了，那歇会儿。我确实很想帮你，可是我担心，我怕我会露出原形。本神君的法力已经通到你身上了，绝对不会让你露出原形的。放心吧。仙君请自重。你的相好不是躺在地上吗？你出来作甚？我与失落姑娘并无私情，还请不要污蔑姑娘的清誉。还站着干什么？开门！芙蓉君，过来。这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我过去一下。还不走？我又没有做错什么。你要是不开心，你就去照顾地上的那个姑娘，何必那么凶我？我做这些也是有原因的。反正景元哥哥，你做什么都是对的，我都是错的。
这是怎么了？他怎么会伤成这样？握住他另一只手，做净身术便可。他体温极低，而且体内有股莫名的力量在涌动，像是与血融合在了一起，让人分不清到底是中了毒，还是中了咒术。不就出去了一会儿吗？怎么会弄成这样？若有发现，带着大家一起商量之后再去，岂不是更好？他不会信任你，他也不会相信我。仙界的任何人，他都不会信。若不是他伤到动都动不了，今天一定会把那个幕后黑手追到底。果汁到了极致啊！所以说，谁会娶这样的女壮士回家？这种家伙哪有半点弱小、惹人怜惜的女人味儿？有。他有。方才是我耳朵出了问题，听错了。这个行止神君冷心冷情，千万年来也不曾听闻他为谁动过心，他怎么会怜惜沈离呢？都1天1夜了，终于有所缓解了。神君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妖怪，才能把碧苍王伤成这样？在我的印象里，这个灵界的王爷就是个金刚将士，打不坏，摔不烂，突然这副面孔，还真让人有些措手不及。他体内有2股力量，并没有完全融合。2股力量？什么力量？我说了你也不懂，这事跟你没关系。他都这么厉害了，还修2种心法呀？此次地仙被掳走，并不简单。虽然幕后主使被我给杀了，但我不清楚他还有没有其他的阴谋。明天一早，你立刻到灵界，把整件事禀告给灵尊，让他做好准备。然后，你立刻返回到仙界。此件事事关重大，不能耽搁。我去啊！这好不容易才解决了锦绣城这些事儿，我就不能玩会儿？你玩什么？好啊，那我召唤出2只神兽陪你一块玩。没有，我明日就去。哎，神君，那这锦绣城的瘴气和吸入瘴气的人怎么办啊？瘴气的源头已经被我斩断了，各路地仙已经归位，清除瘴毒是早晚的事儿。至于那些人，我自有办法。这里没有什么事儿了，你收拾一下，赶紧走吧。知道了。
仙君，那个仙子怎么样了？她才不是什么仙子呢。仙君，你怎么啦？我这段时间，我其实挺骄傲的，守住了这个书院，护住了里面的人，我觉得自己可不容易了，可了不起了。但是今天看到沈离这样，我忽然又觉得我好像什么都没做。我从没想过，一个人竟然能受这么重的伤。这要是换作是我，恐怕疼都要疼死了。仙君，你已经很厉害了。不知道沈离能不能撑过这一次。另一个仙君也很厉害的，而且我发现了，他对仙子特别好，他一定会保仙子没事的。也是，沈君总是无所不能的。你就不会像别人那般沾胭脂，会柔弱，因为你太强了。你不会躲在别人背后，你总是习惯单枪匹马去战斗，去守护，去承担伤痛，去背负家国和天下。就是这样的你，一旦脆弱起来，就奇怪的让人心疼。就好像一只小猫懒洋洋地伸出了小爪子，在你的心间挠了一抖。之前没有察觉，得察觉之时，是又痛又痒，滋味难言。春冬心间，月似无悔，初相逢，你真是个总是天地变化，回忆太汹涌，满目的红，苍茫之中相拥。瘴气总算消散了。真的好多了。想看星星吗？真的可以吗？你想要的，我都可以给你。哇，星空，好漂亮啊！在我眼里，你比星空更美丽。啊？我说，景熙，怎么又是你打断啊？我知道你喜欢他，但他之前为了一个女人对你那么凶，你不让他促一促、紧张一下，他会把你吃得死死的。相信我没错，本仙君可是情圣呢。仙君是在帮我。但是呢，我是要回报的，你得亲亲我。这不行。
逗你可真好玩。捉住了没有？浮生捉住了没有？浮生，就是烧了行云小院的那个家伙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个晚上的事情发生的太过于集中。现在他捉的那些地仙，又造出了那些怪物，还利用紫霞，待我伤好，我一定要抓住那个混蛋。好了，先躺下。来，先把伤养好，这些事儿以后再说。我中的毒很难解吗？略微有些困难。那我什么时候能回灵界？先缓一缓吧，待我把消解瘴毒之法交给该教的人。休息吧。虽然没有捉到主谋，但是能够获得片刻的安静，也算是有所收获。换来片刻的安静啊，确实好。只不过，王爷下一次莫要拿命来凑。说来也是奇怪，在我遇到神君之前，无论是上战场杀敌，还是私下斗殴，从来没有受过如此重的伤。偏偏在遇到神君之后，逢战必伤，每伤必重。若有朝一日我死在战场上，到时候可得神君拿命来赔。无稽之谈。神君这是舍不得自己金贵的身体吧？若有那么一天，我的命赔你便是了。景言哥哥，你在做什么？太过分了！你让开，今日非除他不可。哎，小杰，你师兄好厉害啊！哎呦，装什么装？别演了！哎呀，谁呀？起来！壮士，你恢复的好快啊！你又在这惹什么祸了？没有。别干了，既然瘴气已经消散了，那就各回各家吧，散了吧。那走吧。芙蓉君，你又搞什么把戏？还要不要脸了？神君，我自然是要脸的，今日便打算回仙界了。休想走！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与一个男子在外彻夜不归，你说我要干嘛？仙君只是带我看了一晚上星星。当真？自然当真。小齐师兄这么大火气，莫不是找了一宿没找到，错意蚀骨，忍不住了吧？师兄，你说你在意失落姑娘是有原因的，那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？失落姑娘，在我幼时救过我。在我拜入师父门下之前，我曾被一江湖门派抓走，
他救了我。自那以后，我们再未相见。此次与锦绣城再次见他，我便想报他的救命之恩。你可以报救命之恩，但也不要把我当小孩一样对待。我不是小孩子了。锦溪，你干嘛去？整理药材。看不懂是哪出戏。这位公子，你可有兴趣与我出去走走？别误会，就是走一走。听闻景言公子师从于名士，可习得一星半点的法术吗？说来惭愧，我自幼跟从师傅，却未习得半点法术。师傅说我天分并不在此，所以只教了我一些武功。我有一术，欲传给景言公子。此术可以清除人体内的障毒，不知公子可有兴趣？自是想学，可是你若想学，那便一定能会。行止。我本以为我们再无相见之日。天道之理，就算我是以神的身份活到至今，也无法亏其万一。能遇见你，全靠缘分了。以前不知，所以轻狂，而今事事受天道所累，方知你我不过是尘埃一粟。再是强大，不过是天赐福分。他若是想收回，谁也没有反抗的余地。如今你将我的神格唤醒，不是天道所授，不可为之啊。我并没有做什么多余的事儿，我只不过是帮你通通经脉，好让现在的你得以学习消除障毒的法术，也让你开开眼，让你好好看看你牺牲一切去找的人现在成了谁。别又误入歧途，错许姻缘。你倒是比以前爱管闲事了一些，对神明来说，这可不是好事。我还有一事欲问你，浮生，此人你可有印象？浮生，我倒是有几分印象。身为顾城景之时，早年被大公子谋害，后来得知献祭那人便是浮生。我犹记得他已经被处死了。此生，你觉得谁会与他相似？确有一人，身为顾城景之时，早年被大公子谋害，后来得知献祭那人便是浮生。
我犹记得他已经被处死了。此生，你觉得谁会与他相似？确有一人。这是给你的。快走，小心点儿。快，小心点，站住！站住！抓住他！别跑！细想下来，害景言父母之人，的确与浮生有几分相似。看来你的神力只能维持到现在了。此一别，不知何时能再相见。无有，保重，保重。景言公子，你用手触碰一下土地。这是净化术。你能力出血，身体有些不适，很正常。你且先回家歇着，5日便可以为人们清除障毒了。多谢贤君。你还要打算跟多久啊？出来！你这样，可不像我认识的碧苍王。都知道这天上天下就你一个上古神了，方才那景言又是怎么回事？现在只有我一个上古神，可很久以前呢，在天外天之上，可不止我一个上古神。因为太久远了，不仅是对于你们，对于我而言，也遥远到无法追溯。这景言也是顾城景，他曾经是我的好友，他叫青叶，银发，玄瞳。千机，你可知道，天域的小仙们做了一个上古神智慧排名，你在第3，我和行止分别在第1、第2。行止，你可是以1票之差输给了我，要加油啊！他还曾是天外天最神机妙算的神明。那与神君相比呢？我个人觉得，
我比他强。王爷不信？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那之后呢？他为何不是神明了？因为他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。他为了救他的爱人，滥用神力，违逆天道，神格被废。还有谁能处罚神明？神力乃是天授，受天道的制服。这种强大的力量，如果被私用，这世间岂不是乱了套了？其实啊，这天外天没比这世间逍遥自在多少。青叶被贬下凡间，在凡间流转。可对上古神而言，在世间流转根本不算责罚，所以天道让他生生受凡世之苦，次次与爱人相误，永远错过。见你，清风笑人的良辰，梦醒时分，谁又轻叹苦烦？人间未见你，沧海无从更辗转，只余星空余年无常难谈。像一汪苦水，甘愿沉默不侵犯，水中月似谁兮，如谁意怎叹？长夜太寂寥，有你方可度彼岸，无所求，为你空谈。斩断囚笼，只剩续一场梦，转动星辰，愿速回初相逢。纵使天地变幻，回忆太汹涌，满目的红，苍茫之中相拥。世界是换作尘埃一粟，离合最匆匆。宿命哪怕难为，偏要与共。无惧碎裂，花天边一缕风。痛起誓言，纷飞中再重逢。仍有万物同在同一片星空，他愿归来，遨游碧海苍穹。这一次，他又遇到了锦溪与施罗。他究竟喜欢的是谁？你知道吗？天知道。神君当真不知？我方才唤醒了他的神格，给了他一丝神力，希望他会察觉到一点蛛丝马迹吧。但究竟结果会怎么样，皆看造化。
还望天道，我要赶尽杀绝。那他这一次又要错过了吗？他们之间的命运就是错过。不，虽然青叶被天道剥了神格，但上天也不可能时时刻刻地盯着他，去干扰他的生活。上一次作为顾城锦与他的发妻生死与共，却惹了个妖灵，让这妖灵为了他丢了自己的性命。这一次，他作为景言与景熙从小一同长大，却又心系失罗，在这两人之间摇摆不定。既然在凡间流转，那人的命运就是3分天造7分人择，这些都是因为他的选择，这怪不得命运。你也用不着拿命运去包庇你的神仙挚友。你这番话倒是挺有意思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景言这一次的魔力一定还是跟情有关，这些都是你我无法插手的事，他们的热闹也只好看到这儿了。那你为何要唤醒青叶的神识？你就不怕日后也遭天谴吗？青叶虽然是天罚，但他并没有什么罪大恶极的过错，所以我唤醒了他的一丝神识也无妨。气息很弱，不及他从前的万一，但足够给那些村民百姓解毒治疗了。要让我遭天谴，怕是不行。哦，原来神仙不是没有感情，是不能动情。差不多回去了，走吧。嗯。我去帮他解个毒。嗯。大仙，芙蓉仙君让我转告2位，他已经按照大仙的吩咐回灵界通信去了。走之前还惹得景言哥哥生了一通气。感觉一下。行，我知道了。谢谢闪君。那芙蓉君心里只有1分是真心想帮景熙笨丫头，其余的心思皆是想占人家姑娘的便宜吧。偏偏这笨丫头还把芙蓉君的话当真，好色花心之徒到哪儿都改不了本性。抢了，给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我先，你看看这我呀，我也想看，给我看看。是仙君的手帕吗？是啊，你看看，让我摸一摸。真好看，好舒服啊！哎呀，是真的吗？那还是不一样啊！哎，再让我看看。那是天宫上知云仙子的手艺，想必一定是芙蓉君给的。人走了，东西还留在人间祸害。王爷真是为姑娘们操碎了心啊！若有朝一日我与芙蓉君成亲了，我还得想个办法，让他怎么不要再招惹姑娘。日子，迎新日子了！是啊，这才有点人味儿啊！新日子，迎新日子了！看来人们对新日子和未来的期盼，与我灵族人民都差不多啊。不如我们也凑凑热闹，正好出出晦气。烟花在天上炸，哪能去除人身上的晦气啊？让他们热闹去吧。入乡随俗吗？不都说了，新生活嘛，正好体验一下人间的节日快乐。他们这个生活都是你给的，你就当做他们在感谢你了。
不要走我前面了。怎么了？因为看见了你，我就再也看不见别的色彩了。神医。跟我说什么？宋美丽，
是罗姑娘，我还以为你走了。景安公子，你在编什么呢？还记得吗？幼时我被江湖门派抓走，你带我逃走之后，为了安慰我，还教会了我编草诈舞。我方才还在遗憾，这次重逢又没能和你好好道别。幸好你回来了，终于可以和你好好道声再会。明日我打算带景熙一起回去了。这丫头再待下去，都不知道野到哪里去了。景安公子，千山万水，江湖再见，保重。这是怎么了？走路就走路，吃东西就吃东西，哪里学的规矩？这是之前芙蓉仙君教我的玩法，一手馒头，一手包子。他说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不学好，满嘴的糖，多脏！好吃吗？好吃，你也吃一个，你也吃一个。那他这一次又要错过了吗？他们的命运就是错过。